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婆婆嫌我照顾不好她儿子，在新婚第2天找来了7大姑8大姨，美其名曰要教我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。看着亲戚们将我对得哑口无言，婆婆满意的笑了。这就对了，你只要把我儿子照顾好，其他的都好说。我侧头看见刚睡醒的老公，张嘴欲向他求救，只见他一个闪身躲到了婆婆身后。母子2人亲昵地互道早安后，老公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。好，娶到手了，就装不下去了是吧？那我也不装了。屋子里坐满了老公的7大姑8大姨，一群人将我围在中间，神色各异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吊着嗓子冲大家抱怨：我这媳妇哪里都好，就是不会伺候老公，要不是我家乖宝喜欢她，我呀算了，都是一家人了，也没办法。随着婆婆的茶言茶语结束，坐在她身侧的老阿姨，也就是老公的3姨，赶忙开口：哎呦，怕什么哦？我们不都在这里吗？帮你调教，也不是难事的呀。众人像是开了话头，你一句我一句。你这媳妇，胖了点，最好减个肥，不过胖点好生养，等生了孩子再减也行。不会煮饭，多煮不就会了，以后家里的饭都交给她来呗，也算是练手。不会伺候老公，这个好办，每个月零花钱规定一下，自然也就知道怎么对老公好了嘛。婆婆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，视线终于落到我身上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正准备开口，一个亲戚忽然出声打断了我的话。他能有什么想说的？自古出嫁从夫，在婆家来了，自然一切都要听婆家的呀。小月呀，姑婆给你说这些，可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要记住了。说完，她伸出手，仿佛任重而道远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为了我好，还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什么狗屎亲戚！我干笑2声，躲过她的手，视线转回婆婆脸上。她幸灾乐祸的表情都还没来得及收回，就和我对视上了。后者赶忙扭过头，继续道：这就对了，你只要把我儿子照顾好，其他的都好说。死绿茶！我在心里默默吐槽。卧室门咔嗒一声打开，我急忙转头看向睡眼惺忪的老公何健，只见他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走过来，我皱眉向他求救。我们恋爱2年，他最懂我的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。以前我只要这样做，他准保马上出手帮我，不管何时何地。可此刻何健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，径直越过我，走到了婆婆跟前。妈，早上好。哎呦，我的乖宝，早上好。2人亲昵地互道早餐后，何健直接在婆婆旁边坐了下来。就算我再迟钝，现在也明白了，何健这是不打算管。他由着他妈和他的亲戚欺负我，可我们才新婚第2天呀。好，娶到手了，就装不下去了是吧？那我也不装了。我不再看他，转头亲昵地挽上了姑婆的手。姑婆说的对，你人真好，要不是婆婆告诉我你老公是个烂赌鬼，我都不知道你虽然自己活得水深火热的，可心还是这么好呢。话音一落，只见姑婆脸色骤变，接着猛地甩开我的手。什么？你婆婆告诉你的？我继续乖巧地点点头。其实是我无意间听到婆婆和何健打电话时提过2句，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大用场。婆婆不是喜欢当大绿茶，喜欢借刀杀人吗？那我就让她当个够。果然，我刚一说完，姑婆直接抱起扑向婆婆，嘴里大骂道：你个老不死的，你还敢传我的闲话？你自己老公还不是烂瓢虫？嘿，惊天大瓜！
好家伙，一个平换了大招，场面顿时乱作一团。我功成身退，趁机钻回了卧室，反锁，然后无声偷笑800个回合，爽，太爽！外面吵吵闹闹了半天，一堆亲戚才走完，我这才听见客厅里传来公公的声音。他气急败坏地冲着婆婆嘶吼：“你都说了什么？你都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想离婚？是不是想离婚？”面对公公的疾风骤雨，婆婆却蔫巴了：“不是，我只是想着调教一下小月。先管好你自己行不行？”客厅里没了公公的声音，又听婆婆操着她那破锣嗓子开始哭泣起来：“乖宝，我命怎么这么苦？你媳妇怎么能这样？她是想我死啊！妈，你放心，等会儿我就去收拾她。儿子，还是你对妈最好，收拾我。好啊，待会儿我就要看看，到底是你收拾我，还是我收拾你。”我跟何健是同一个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，认识的时候正好是我升职成主管的那天，算起来我还是他上司。我家庭普通，但胜在父母恩爱，思想开明，对我的选择一直都持尊重的态度。所以哪怕我27了，他们也一直没强迫过要我结婚。但我知道，他们平时也会羡慕别家老太太含饴弄孙。所以，当何健坚持不懈地追了我3个月之后，我答应了做他女朋友。恋爱2年，然后结婚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直到双方父母见面，我这才发现何健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。但爸妈从小就教育我，贫富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而我原本也就不是冲着他的家庭条件去的。最后，我和爸妈商量，一致决定不要彩礼，再陪嫁20万嫁妆。何健的爸妈知道我不要彩礼，还给20万嫁妆之后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何健更是越发宠我。谁曾想，原来他们一家子都是这种贱人。不得不说，何健太会装，这2年还真没让我发现一丁点的蛛丝马迹。但好在现在发现也算是及时。人生嘛，做什么事都不算晚，只要勇敢去做就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得好好为自己打算一番了。何健推门而入，见我好整以暇地坐在床上，笑脸冷不丁破了一个口子。迎上我面无表情的脸，他语气沉下去：“老婆，你今天做得太过分了，去给妈道歉。好家伙，你妈欺负我的时候你看不见，选择性装瞎是吧？还道歉？我给你妈的坟磕2个头行不行啊？”我扭头不看他，继续闭嘴不言。没曾想他挤不上前，得寸进尺地将我的头扭向他。现在我们是夫妻，更应该互相体谅，互相帮助，不是吗？再说我妈这些年养我也辛苦，她很不容易，这么些年忙里忙外，我们做儿女的能多帮衬一点是一点。打住！我正脱开她的手，往后退了退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妈不义谁弥补，实在不行找保姆，别让遗憾带入土。懂了吗？何健被我的话呛住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见我起身往门口走去，赶忙拦住我的去路。没想到语气霎时间就软了下来。对不起老婆，我也是心急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下轮到我震惊了，这就软了？不是要狠狠收拾吗？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老婆，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气，早上我不是故意不理你的，我那个时候也是没睡醒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，所以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你在向我求救，对不起，我待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看到了我的求救信息，却还是不闻不问。好家伙，真以为我好骗又好欺负是吧？
我倒要看看你要耍什么花招。顺着台阶走下去，何健以为我气消了，揽着我就出了卧室门。一直逛街逛到晚上，何健手里提着不下10个购物袋时，我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告诉他可以回家了。何健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。不对劲，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。以前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坚决不会多花一点他的钱，一直秉持的消费 AA 的概念。何健特别满意，为此还当着朋友的面夸我懂事，知道给自己老公省钱。所以按道理，我今天花他这么多钱，他早该不满。可一直到现在都没发作，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不过也好，本来就打算离婚前狠狠敲他一笔，他既然不闹，那再好不过。一回家，婆婆见何健提了大包小包，却没一样是他的东西，顿时闹了起来，在客厅里又哭又跳的，还一口气将我买的茶具全部挥到了地上。正当我以为今天晚上又得跟这个老妖婆好一顿大战时，何健上前把他妈拉进了屋子。不一会儿，婆婆再出来时，竟然奇迹地对我笑了笑。我心里的那份不对劲越来越严重。何健揽着我，老婆，我跟妈说了，以后我们俩的事她不会再插手。是吗？我心不在焉地回答他，算了，反正都要离婚，不管他们要做什么妖，明天我都要搬走。6点，我就被婆婆从床上拖了起来。房间里，婆婆放低声音，生怕吵醒她的宝贝儿子，嘴里说的话却一句比一句难听。你没有家教，这个点了还不起来给我的乖宝做饭，你想饿死他呀？我昏昏沉沉的脑袋瞬间清醒，胳膊上的刺痛让我很快反应过来，我的这位婆婆开始作妖了。直到将我拖出卧室，她这才大声呵斥出声。真的是这种事还要我来请？没有下次了哈！婆婆2条细细的眉毛拧在一起，见我还没反应，冷不丁一伸手，将我推了个趔趄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乖宝早上要吃8宝粥，至于我和你爸爸，随便弄个饺子就行。对了，饺子皮要现擀的哈，新鲜。等一切安排完，婆婆扭着腰就要回卧室休息。我叫住她，我嫁过来之前，你们家没活人啊。话音一落，婆婆猛地转身，瞪大眼珠子看着我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信不信今天我就替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没家教的东西？说着，她就冲我扬起手。我不想碰她，也懒得打她，往后退了一步。看你老，让着你，你还要得寸进尺是吧？婆婆气得嘴都歪了，指着我嘟嘟囔囔了片刻，忽然笑了。你以为我儿子喜欢你呢？不过是看你身上有点嫁妆，不然就你和你爸妈那副穷酸样，你休想进我们家的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呢，态度转变如此之大，原来是因为嫁妆啊！还不等我回答，婆婆忽然尖叫一声，倒在地上，哎呦哎呦的痛呼起来，接着一声妈穿透耳膜。何健从我身后急急忙忙奔过来，将他妈抱在怀里。儿子，你这媳妇也太凶了，她连你妈也要打呀！婆婆呜呜呜地哭起来，活像个村头的二傻子。何健猛地抬头，红着眼死死盯着我。江月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厚颜无耻、自私自利的恶臭男！遇见你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我轻声说道。很奇怪，我现在一点也不难过，内心反倒出奇的平静。离婚吧，何健。婆婆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何健也震惊地看着我。片刻后，她颤抖着嗓音问我：你认真的？
看他这副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因为爱我，所以舍不得。其实不过是因为我的嫁妆还没有骗到手。这是我新婚的第3天，谁也想不到会是这样。恐怕等我回家，爸妈也得吓一跳吧。可如果留在这里，后半生就要蹉跎而过。所以我宁愿痛苦一时，也不要痛苦一世。我收拾好东西，出门时，何健却显得格外冷静。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不，我不会后悔。我回到了自己租的小房子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去了公司。同事们都说我太卷，蜜月都没度就回来上班。我也只能笑笑，不做回应。没想到何健却来了。江月，我找你有事。你能有什么好事？虽然我不想再跟何健有太多接触，可同一个公司的，难免有业务往来，我便随着他去了。一走到四下无人的转角，就见何健拿出了他的手机，点开相册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看到了吧，我也不想的，谁叫你一点也不听话。你要是敢和我离婚，我就把这些照片发出去，让同事们看看我们严厉的江主管私底下是怎么样一个荡妇。照片里是曾经我和何健情到深处时的画面。没想到，原来从那么早开始，何健就已经在计划了。何健，你还真是人如其名，见得可以。我强撑着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模样，死死掐住手心，不让自己现在就倒下去。是吗？随便你怎么说。何健却无所谓地哼着歌，雀跃地回了工位，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终于坚持不住，滑倒在地。人生30年，碰到的恶心事无奇不有，可见的毫无底线的，何健他还是头一个。我不敢想，自己竟然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了2年。曾经的画面一点点闪过，每一帧都在讽刺着我有多愚蠢。现在婚是必须要离的，但是怎么离，看来得从长计议。何健自上次来威胁之后，我和他便再也没接触过。业务上有交叉的地方，我都是尽量避开。好在最近公司接了个大单，要我出差1个月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高兴得恨不得现在立刻去酒吧点个1.8米的男模。门铃和电话却在这时同时响起，我一边开门一边接了电话。江月，你的那个项目我也要去。2个人同时说出这句话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。挂断电话的最后一瞬间，我听见何健在电话里问我：你身边有男人？是谁？此刻是深夜3点，门口过道里暖色系的灯，把这个所有人公认的大魔头肖总映出3分人情味。他一身干净利落的西服套装，手边提着的黑色行李箱，无一不在刺激着我的神经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肖总，我尽量平息着语气，我这里不收留陌生男人。我不知道我是这么说出这句话的。面前肖安的神色一顿，我说：你那个项目我也会去，现在提前来找你会合，我们坐最早的那一班航空过去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原来只是这个意思。奇怪，我怎么还有点失望呢？我把肖安迎进来，手忙脚乱地收拾了沙发。肖总，请坐。肖安，A 区的 CEO 刚空降我们公司时，老领导们都不太看好他，觉得他不过是仗着自己会投胎，就自以为是的班门弄斧。那段时间里，公司乱了好一阵。可偏偏这个肖安还真是有能力，短短2个月就收拾好乱局，坐稳了 CEO 的职位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升职了，也算是沾了他的光。我泡了包速溶咖啡，递给他。抱歉，条件简陋，
肖总将就暖一下手。谢谢。肖安冲我微微一笑，将咖啡握在手里。房间里气氛诡异地安静下来。我虽然接待过不少客户，可从没跟自己的大老板近距离接触过呀。要怎么说话，怎么行事，会不会一下子惹怒他，丢了工作？我罕见地紧张起来。江主管，这里你一个人住？肖安忽然问道。他是少见的桃花眼，却时常冷冰冰地看人，和你对视时总让你觉得自己无处遁形。平时汇报工作，我都是站在最后，哪像现在这样靠过这么近。我被他漂亮的眼睛晃了神，一时结巴。我一个人住。手机在这时叮的一声，有信息进来。肖安刚刚还带着笑意的眼睛又恢复成了冷冰冰的模样，看来江主管的心上人来找你了。不是，我下意识地说道，视线却被手机里何健发过来的照片吸引了过去，只1秒钟我就关了手机，接着不受控制的大口呼吸起来。江月，你没事吧？肖安站起来，倒了杯水递给我。别着急，喝口水顺顺。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门在这时却又被敲响。是何健，一定是何健。他现在过来，被肖安看见会怎么想？何健会怎么想？要是闹起来，岂不是我工作就要不保？我越想越心急，大滴大滴的泪水在这时争先恐后的冒出来。我不想哭，可越发忍不住。肖总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前夫来找我了。我一边擦泪，一边走过去开门。肖安却一把挡在了我面前。你进房间吧，我来解决。我公司的员工可不是拿给别人随便欺负的。肖总，谢谢你。可是这始终是我要自己去面对的事情，你能帮我一次，却不能帮我一辈子。你放心，这点小小的困难还打不倒我。打开门，果然是何健。还不等我请他进来，他就推开我，自顾自进了房间，一边四处打量，一边说道：男人呢？江月，你可以呀，婚还没和我离掉呢，就开始勾搭起别人了。我妈果然没说错，你就是贱，哪怕是倒贴20万，别人都不一定看得上你。要不是我，谁会娶你这个大龄剩女？你不如早点跟我回去，给我妈生个大胖孙子，好让自己后半生有所依靠啊！你疯了！我看着他，心脏在此刻麻木到痛。原来那20万，在他们眼里是我倒贴的证据。我不会跟你回去，我和你之间就只有离婚这一条路。话音刚落，何健猛地上前掐住我的脖子，神色阴鸷。我说了，你休想，除非你想要大家看见你赤身裸体的样子，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。你们家给你出了嫁妆，应该就没钱了吧？那你爸妈可怎么办呢？何健，你有本事就打死我，是吗？说着，他就从怀里掏出一沓照片，仙女散花似的洒满了屋子，然后按着我的头磕到地上。看清楚，今天是洒在你家里，明天就不知道洒在哪里了。他吃定了，我害怕。我也确实害怕，我自己倒是可以豁了出去，可爸妈肯定受不住的恩养我几十载，我不愿他们再为我平白遭受磨难。看我一副认命的样子，何健呵笑起来。这次这个项目，我希望你报计划书上去的时候，上面能有我的名字。还有，等你回来了，我们就一起去把你的嫁妆转到我们共同的银行卡上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就别那么见外了。何健走后，肖安从卧室里走出来，他关了灯，借着月光摸到我身边。江月，没事。我冲他摇摇头，刚刚我嘱咐他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千万别出来，就是不希望他看见我狼狈的样子。
但看来也只是我掩耳盗铃罢了。好在何健刚刚的所作所为都被我录了下来，以备来日之用。满屋子不堪入目的照片引入黑暗，可偏偏萧安的眼睛如月，他静静地看着我，向我伸出援手。需要借你一个律师吗？我重重地点了点头。等我出差回来，前几天还一直给我发消息的何健，却安静的人都找不到了。我心情大好，在茶水间摸鱼也更有动力了呢。正休息着，忽然就听办公室门口有人闹起来：“贱女人，让那个贱女人给我出来！”声音有些熟悉。我端着咖啡走上前去凑热闹，却见何健的妈，我那个前婆婆正叉腰仰天狂吠。看见我，她神色有一瞬间的不自在，但很快就被新一轮怒气掩盖。徐楠呢？徐楠那个贱人，给我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你把我儿子骗到哪里去了？徐楠！众人一阵疑惑。我慢悠悠开口：“这位阿姨，我们公司没有叫徐楠的哟。”滚一边去！问你了吗？哪知何健的妈一点也不领情，伸手狠狠把我推开，就像当初催我去做饭一样。我心底的那股怨气又重新冒出来，忍不住将手中的咖啡朝着他泼了上去。60度，刚刚好，烫不伤他，当然也不让他好过。都说了没有？你是人老了，耳朵也不好了吗？请你不要在这里扰乱我们公司秩序。保安！何健的妈哎呦哎呦叫起来，再次看向我，骂得更厉害了，什么脏话都往外蹦。当然，那时他已经被拖到了外面去，谁在乎呢？而现在我更好奇，何健到底去哪里了？掏出手机，我拨出一个电话：“喂，姐，怎么样，得手了吗？”那当然，我是谁？就他一个色胆包天的小卡拉米，我还能拿不下？照片马上发给你。那就好，尾款会准时打到你的账户。电话那头是我专门找的捞女，她为钱，我为自由。只是没想到何健会被他迷成这副模样，竟连自己的妈也不管了。不是自称孝心男吗？现在没了老婆，孝心就没了。何健一回公司就直奔我而来，见了我，他迫不及待地伸出手：“钱呢？给我吧。”“什么钱？”我故作不知。何健冷笑一声，狠狠推了我一把：“装什么？嫁妆？20万嫁妆！我警告你，明天再不给我，你就等着你的裸照贴满公司吧。”听他说完，我忙装作害怕的样子，仰头看着他：“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不要打我。等我把今天公司新接的大单子资料弄了，马上就去给你打。”“什么单子？恒瑞那个300亿的项目？”“你别急，我很快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回了工位。我知道他在急什么。捞女自称富二代，哄得何健掏了老本给他买奢侈品，还说要嫁给他。何健急了，富二代和我这普普通通的女生比起来，傻子都知道选谁。其实他可以选择直接和我离婚，可是他舍不得我这20万啊。可是要娶一个富二代捞女，又哪里是区20万就够的？很快，如我所料，他把目标转移到了恒瑞那个大项目上。其他公司暗中买卖，给他开了500万的价格。何健不可能不动心。偷了资料的第2天，何健照常来上班，但整个人脚步都是飘的，看人也都扬着下巴，一副了不起的模样。从我身旁经过时，他得意地对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呀，也就是命不好，要是你老老实实和我在一起，以后有的是福享。”“什么福？玉福吗？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说完就扶着腰哈哈大笑起来。
何健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顾不得躲开同事们探究的神色，抓着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”“听不懂吗？你不是把资料偷走了？”“江月，你别你了，你以为就你会威胁，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，我不过是社死，而你恐怕就不一样了哟。”我冷笑着看着他，这么多天，我提心吊胆，费尽心机，终于就快要得到自己想要的。你想怎么样？何健问道。哟，还挺上道。第一，删除照片；第二，离婚。好，我可以删照片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把你偷资料的视频也给删了就是。达成共识。大概是我手里也有了他的把柄，何健动作很干脆。我们当即就去了民政局，也没什么财产要分割，整个流程快速又简单。直到最后一刻，我的心终于尘埃落定。踏出民政局的前一秒，何健看着我，似乎还有些遗憾。其实你挺好的，其实你挺见得。我对着他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然后踏出门，阳光在此刻倾泻而下。虽然那些留下的家暴证据没有派上用场，但好在一切依旧回归到了正途。警笛声在耳边准时响起，还夹杂着何健无助的吼叫：“江月，你骗我，你竟敢骗我！”我大步向街对面走去，没再回头。肖安靠在车门前，对着我扬起笑脸：“恭喜，逃出升天！还得谢谢肖总对我的鼎力相助。”那个晚上，肖安不仅向我推荐了律师，还推荐了捞女。我秉持着打工人的本质，设计了2套方案：以家暴和出轨为由起诉何健离婚。当然，我的照片大概率会流失出去，可是我别无他法。也就是肖安向我推荐捞女的原因，他说有些事有时候换个角度或许会更轻松一些，对付何健那种人就不能以常规手段。所以我们找来了捞女，想试着让她主动提出离婚。可显然我们低估了何健的贪心，他想要美人，也想要钱，最后也因为这些欲望，他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为了感谢肖安，我斥巨资订了一桌小资情调的西餐。可罕见的，我自己先喝醉了，醉到我的眼前出现了2个肖安。我伸出手去，别动啊，到底哪一个是真的？没想到对面的男人又笑了，一双桃花眼水波荡漾，轻轻拉住了我的手。哪一个都是真的？怎么回事？大老板这是在撩我？救命呐！我已经不相信婚姻了，可是我还是相信爱情的。晚安。